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1、2年，加密货币似乎默默让一些人财富迅速增加？某些普通上班族在半年、1年就赚到了一辈子可能都赚不到的资产。不得不说，这样的赚钱速度真的蛮令我心动的。然而，就在我观察半年后，打算开几个交易所账号投资时，突然就在2月21日发生了加密货币史上最大的窃案。知名交易所 Bybit 遭骇客入侵，损失将近15亿美元。接着过没2天，比特币从近320几万台币一路下跌，跌到260万台币，一周内跌幅将近20%。这还没完，过了几天，就在川普喊话5种加密货币即将进入战备储备后，比特币又在几个小时内涨回300多万元。作为一个关注币圈不久的新手，这1、2周的心情就像云霄飞车。因此，我想透过这期影片，整理一些关于我对加密货币市场的一些研究。第一，加密货币的简介，它与我们一般在现实生活中使用的法币有什么差别？第二，如果真的要投资，开交易所账户与直接投资比特币 ETF 哪种更适合自己？以及第三，比特币的 ETF 到底有哪些？我如何观察与筛选？如果你也想开始进入币圈，那么或许今天的内容可以带给你一些灵感哦。第一，什么是加密货币？加密货币又称为密码货币，顾名思义是一种使用密码学，确保交易安全，以控制交易单位的一种交易媒介。跟我们平常使用纸币需要防伪设计一样，加密货币的防伪是利用密码学及一连串数字杂凑而成，并在智慧型合约的绑定下的一种新型通证。而其中比特币也在2009年成为全球第一个去中心化的加密货币。从那之后，加密货币一词大多就是指此类的设计。那比特币作为第一种以加密货币形式存在的数位货币，后续除了比特币之外，也陆续出现了许多同类型的货币，例如以太坊、泰达币，这些又称为山寨币或竞争币。这些币种可能在任何时间被任何人创造出来。以上都听不太懂没关系，下面我整理了几个法定货币与加密货币法币，也就是我们一般熟知的美元、台币的比较。首先是呈现的方式，法币呈现的方式就是我们一般看到的纸钞、硬币，或者说银行存款。那加密货币呈现的方式就是主要以数字资产、以区块链上的交易记录为主。存放方式，我们一般的法币是用钱包或者放在银行账户、支付平台等等。那加密货币主要是放在软硬钱包或者交易所。至于第三个防伪鉴定方法，一般我们常用的法币就是以防伪水印或是一些特殊油墨、浮水印、紫外线检测等方式来鉴定。那加密货币是以区块链的验证，例如数字签名啊、公司要验证为主。交易方式的部分可以使用现金支付、银行转账或者使用信用卡支付。那加密货币主要是以点对点的交易或者交易所或者智能合约的方式进行。至于发行与管理，法币是由我们的政府或中央银行来进行整体的发行与管理。那加密货币呢，是以分散式或者由特定的机构发行，也就是所谓的去中心化的区块链。至于如果我们想要跨国交易，需要透过银行或者一些支付机构，也可能会有外汇的管制我们法币的汇入与汇出。那加密货币主要是用区块链直接转移，不会受国家或地理位置的限制。那简单了解完加密货币大约是什么之后，如果你还是对于在币圈获利有蛮高的兴趣，那你可能会想了解这样的商品究竟要如何投资呢？首先，如果想通过加密货币赚钱，基本上有2种方式。第一种当然是直接开立交易所的账户，直接买进并持有这些虚拟货币。而开设账户的交易所分为本土交易所与海外交易所。本土交易所例如 Max、币托、Ace等等，而海外交易所则有 OKX、币安、Bybit 等等。那这2者有什么差别呢？如果我们使用台币出入金，投资人就必须开启这一个本土交易所，并将台币转换成 USDT， 再选择是要直接在该交易所买入虚拟币，或是选择在币种较多、手续费较低的海外交易所再开一个账户。开设完这些交易所的账户后，我们才可以把钱汇入交易所，买入虚拟币，或做更多的交易玩法。那如果你像我一样，感觉对以上的交易所不是很信任，把钱放进去还是怕怕的，但还是想要参与币圈的投资，那或许也可以参考第2种方式，研究近期上市的比特币 ETF。随着这几年市场逐渐意识到加密货币不仅仅只是一个短期的趋势，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2024年的1月批准了比特币 ETF 的发行，提供对加密货币感兴趣的投资人多一种选择。虽然这种方式不是直接买入虚拟货币，但如果我们只是想要先初步尝试，或者单纯
纯想透过持有这些虚拟币赚价差，了解一下币圈的行情，那或许投资虚拟币 ETF 也是可以考虑的选择。而这种方式的优点，当然就是不需要开一些自己不熟的交易所账号，保管所谓的冷钱包、热钱包等等，只需要像投资一般的海外股票一样，透过自己熟悉的券商，就能一键参与加密货币的市场。但相对的，它也像其他的 ETF 一样，需要负担一些保管费、手续费给发行的公司。但我自己认为，相比于把钱放在自己不熟悉的交易所，透过券商买进这些虚拟币 ETF 会令我更加安心。因此，接下来的内容我会整理几个虚拟币 ETF 的重点，特别是针对最主流的比特币的 ETF 来了解看看哪一些可能会更加的适合自己吧。首先，与许多市面上的 ETF 相似，比特币 ETF 就是透过对比特币直接投资作为基础资产，而这种 ETF 的价格与比特币的价格有非常直接的相关。以下我们便通过数据分析平台 CoinGlass 的整理来了解几档比特币 ETF 的比较。首先，根据这个网站的数据，目前追踪比特币的 ETF 市场上大概有30几档，但需要注意的是，这当中还有一些属于比特币的期货 ETF， 这部分相对一般现货，我认为风险更高。如果我们只是想要单纯透过持有比特币并放着赚价差，我认为先研究现货的 ETF 就可以了。所以我们把它筛选掉之后，可以发现档数少了一半。那再扣掉后面几档连数据都不完善的，其实我们真正可以选择的大概就是前面这11档了。那我个人对于 ETF 的选择会比较在意交易量、流动性以及手续费方面的资讯。因为如果交易量跟流动量不高，买卖的时候可能会需要等待或者出现比较高的价差，所以我这里会想要关注成交量最大的前3只就好。那完成第一阶段的筛选，接下来我其实也蛮重视 ETF 的管理费的。在右边的部分可以看到这3档中，除了 GBTC 比较高，其余2档的管理费是一样的，所以我的话可能就不会选择 GBTC。那剩最后2只其实也没什么好比的了。仔细看的话，可以发现第一只的 IBIT 不管是成交量、流通股数或者管理规模，其实都高于第2档蛮多的。这时候可能就会选择第1档的 IBIT 做更多的研究。那来到这档 ETF 的官网，这档 ETF 全名为 iShares Bitcoin， 是一张名为贝莱德的公司发行的。那这里有一些关于这档 ETF 的介绍，包括它的特色以及投资目标。总之，主要就是反映比特币价格的表现。往下滑，这里也有这档 ETF 的绩效图，绿色是这档 ETF 的走势，蓝色是追踪比特币的指数。可以发现，从上市以来几乎是完全贴着走，感觉追踪误差不会很大。那再来我们往下滑，这里包含了这档 ETF 的基本资讯，包括它的上市日期是在去年的1月。我想大部分的比特币 ETF 都是在这时间发行的，因为毕竟美国也是这时间才核准这些比特币 ETF 可以上市交易。至于配息的分发频率，这档是完全没有配息的，所以喜欢领股息的人可能会让你有点失望。不过就我所知，其他比特币 ETF 也好像也没怎么配息。那其实大家想投资虚拟币，应该也不是冲着它的配息来的吧？至于往下滑，这档 ETF 的管理费总共大概是0.25%，这跟刚刚网站给我们的数据是相符的。最后持股的部分，目前是持有100%的比特币。OK， 以上就是我对加密货币以及比特币 ETF 的整理与研究。那其实这个领域相较于我们熟悉的股票市场，并没有几年、几十年这样大量的数据可以观察与研究。所以如果看到这里的朋友真的想开始投资的话，还是要特别注意风险。就像这1-2周的几个消息，就让币圈涨涨跌跌，几天甚至几个小时就能波动20%左右。可以想见，如果未来哪个交易所又遭骇客入侵，或者谁谁谁又说了什么话，抛出什么议题，这些消息可能都会让自己的心情像在洗3温暖。所以投资前一定要做好资产配置。最后再补充一点，前面介绍的比特币 ETF 目前台湾还没有开放副委托，想投资需要开 First Trade、嘉信证券或者 IB 银透这样的海外券商账户，就可以直接透过 App 买进了。那如果目前的你还没有开户，或许我之后再找个时间做个教学吧。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如果喜欢的话，欢迎按赞订阅。想了解更多投资理财的内容，也可以约我的对谈或者领取我的电子书。那我们下次见，拜拜。